好的，各位现在看到的是提瓦特地理的 4.5 深渊录像。那么提瓦特地理在第一间呢，选出了一个双水总门的阵容，这个无视这个高额草抗的细菌原体啊，非常的勇敢。然后这个时候灵人哥啊使出了神里流水月小草神啊，来家里做客吧。97人使出了大招啊，这么一顿猛烈的输出之后呢，这个深渊火法师非常知趣的躲到了战场的另一边进行修身养息，留下了2个细菌原体在前方扛伤害。那么这个细菌原体啊，抵挡不住如此火热的攻击，终于败下阵来。这个时候深渊法师竟然开始起舞了，那么我们跑过去对他进行一波限制之后呢，通过种子收掉了他啊，剩下的一只细菌原体显然也不是我们的对手。就这样败下阵来。那么接下来上场的是2个冰封异人，时间呢还有9分钟左右。好的，那么冰封异人一上来就使出了生命之气，那么小草神啊没有躲掉，然后呢就打开了自己的领域。好，那么领域打开呢，就宣示着我们反击的号角吹响了啊！星球踢2脚，然后开大，那么切出97人，下一步就是切出97人，打开雷环之后啊，灵人开大，灵人开大之后呢，就开始进行疯狂的输出。这个时候2个元魔站位都比较接近，所以他们都吃到了非常高额的伤害啊！这个时候冰翼人想起来自己的优势是灵活的输出，所以呢，不停的在场地上游走，这样可以看到他的血量相较这个风翼人是有明显的优势的啊！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要被他的这个走位所牵制。我们要继续对风翼人进行勇敢的冲锋，冰翼人的走位实在太灵活了，我们也追不上他了。所以我们呢使用灵人的大招，用大范围的去覆盖冰翼人的走位啊，这样多少能蹭到一点。好，我们草神继续开大，然后呢等待一下灵人 CD 的时间。那么就在我们等待灵人 CD 的时间呢，这个风翼人已经败下阵来。那么风翼人败下阵来呢，冰翼人显然也是支撑不了多久了。但是所消耗的时间呢，实际上已经突破了1分半钟啊，时间已经不知不觉逼近到了8分钟的时间啊。看起来这一件的攻略时间呢，是最后要在7分钟左右才能完成。随着时间1分1秒的流逝呢，留给下半的时间显然是不多了。那么最后也是在7分54秒的时候，对第一间的上半完成了攻略。那么来到下半就掏出了提瓦特地理最拿手的这个灵狐超载队啊，我们非常流畅的使出了一套这个连招啊，灵人呢非常我们灵迷呢非常这个悠然自得的在场上对鸡哥进行输出。接8重一个大招，打出了这个4万多的伤害啊，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作为一个摆烂玩家，能打出4万伤害的这个8重神子啊，提瓦特地理表示非常的欣慰。然后呢，接着又吃完一套这个灵迷的连招之后呢，这个鸡哥的血量其实已经不多了，时间呢也还只剩下22秒。这个时候鸡哥非常愤怒，对灵迷使出了猛烈的啄击，对灵迷造成了巨额的伤害。但是呢，我们不为所动。灵迷使出帽子戏法，对鸡哥进行了绝杀，惊喜连连。然后我们就来到了第2间。开始第一波呢是漂浮灵，那么漂浮灵不用去管它，我们扫上马之后就直接展开了灵人的神里流水域，接着呢按部就班的释放一套技能。因为这个草神不对，因为这个总门队伍中呢有2位水元素输出，所以我们这个队伍的伤害构成是非常健康的，就无惧这种草免疫的怪只要进行突就可以把他们都打死了。当然，这个草抗的漂浮灵这个草免疫的漂浮灵还是坚持了很久但是最后还是败下了阵来。那我们在场地的另外一头呢，去等待这3个好动的片片花片片花接近之后，我们继续扫上马，然后让他们来我们家里坐坐。97人开上雷环星球踢2脚之后呢，就可以进行愉快的输出了可以看到敌人提刀就唰，很快的就打死了他们这是非常的流畅。接着呢就是黑蛇众，他们是叫黑蛇骑士，对吧？黑蛇骑士，那因为这个队伍他没有盾，就可以非常自由的在他们几个元魔当中穿梭。但是现在这个元魔的站位有点分散不太利于输出，所以我们就来到了弓箭手的后方对他进行背刺，企图把他们再次团聚起来团结才是力量然后团结的时候呢，我们97人出其不意的去上了雷环他们大惊失色。这个时候他们已经折损了2员大将，剩下了只有最后一个。这个时候呢，他不是一个人他背负着坎瑞亚荣誉那话还没有说完，这位元魔也和他的坎瑞亚母国一样消失在了深渊当中。来到了下半的这个无相铁显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显然对我们也构成不了太大的威胁我们
在进行了一连串操作之后呢，林尼又开始悠然的进行输出了。这个时候无相铁飞到了天上，我们使出怪象猫猫帽之后呢，进行急速的闪避，在叠满5层之后进行了一波爆炸的伤害啊，这个伤害好像不是特别高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是没有啊，可能是因为这个啊，我也不能解释，可能就是因为我的练度比较低吧。然后无相铁的所有攻击呢，对我们都不能造成太大的威胁啊。这一间呢，就是单纯的看输出的阵容啊。这个时候你看，我8重是有大的，但是我并没有啊非常贸然的释放它，这是因为这个队伍在锁敌的时候是非常麻烦的啊。然后这个时候啊，操作出现了失误，使出了迪西亚的大招。但是不要紧，因为一看时间还有30多秒，就当给迪西亚出来耍帅的机会。然后8重使出了大招，但是这一波大招并没有收掉击毙。那么尴尬的事情就来了，这个时候需要我们林尼进行重击射击啊，来收掉这个骑兵。好，这个时候呢已经续了3件，然后提瓦特蒂里选择了 E， 我觉得这是一个致命的失误。那么在没有 E 技能之后，我们的输出就变得相对平滑，缺少爆发了啊。时间呢1分1秒在流逝啊，不知不觉就只有9秒、8秒、7秒的时间了啊，真的是非常的紧张。但是在最后一刻，元素战绩的 CD 好的还是非常优雅的了结掉了无相铁。那么来到了第3间啊，这个冰封曲组的推拉条和高伤害是否会对羸弱的这个97人以及总门造成影响呢？现在是没有。这个时候提瓦特蒂里选择非常快速的出击进行一波输出，然后利用灵人的大招去躲避冰封曲组的伤害非常聪明的选择。然后星球一角踢空这是经不起夸呀。这个时候97人释放了一个大招，灵人继续跟上补充时间呢过去了30秒，冰封曲组的血量呢大概也来到了一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优势局。这个时候97人选择在外围进行一波安全的释放雷环草神请他们来家里坐坐，然后在有雷环的加持下呢，灵人也大胆的冲上去对这个怪物进行了输出。又过去了大概30秒的时间呢，冰封曲组的血量大概下降到了剩下1/3。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也退出了狂暴模式退出狂暴模式的他们呢，就显得非常没有杀伤性了在灵巧的走位之下，以及行丘大招的加持下呢，提瓦特蒂里用了1分10秒左右的时间就对他们进行了攻略。可见冰封曲组虽然很厉害，但是也并没有限制住总门这个队伍。那么来到下半的这个算力增幅器它是需要下路攻击去进行破盾的。但是因为这个是一支超载队，所以在破盾上呢有着独特的优势而且加上林尼是一个盲性角色，所以就能快速的对他进行瘫痪，进行一个安逸的输出。那么在林尼的攻击下呢，他退出了这个荒性的激发态，那么变成了一个毫无还手能力的小垃圾。那么因为这个元魔它护盾失效的时间一共只有15秒，所以我们需要抓紧时间对它进行一波输出。那么他现在又再度进入了护盾的状态，我们又要开始破盾所以这个时候迪西亚的减伤害就可以让他无视这个地震波进行疯狂的破盾。那时间呢也是来到了8分钟左右，这个元魔的血量呢实际上才下去不少。那么在这一连串的连招之后我们再次切出灵尼，对他进行了蛮荒湮灭被湮灭之后的小垃圾呢就没有还手的能力了。那么这一波伤害看起来打得非常充足因为加入了8重的大招之后瞬间这个小元魔的血量呢就已经下降到了还有大概1/3的样子。然后他急急忙忙的又进入到了这个激发态，但是大局已定我们通过迪西亚疯狂的下路攻击之后，马上又让他退出了这个护盾状态。然后呢继续重复上面的操作，简直是非常轻松愉快这个时候他还负隅顽抗，打断了林尼的输出，但是不要紧，我们又一剑命中了他。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是没有再度反抗的力量了。在还有19秒的时间里，我们成功的打完了这一期的深渊。好的，那么非常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实况解说，我是提瓦特蒂里，我们下期再见吧。